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古装剧有正经学生装了，肖战新剧造型曝光，3000万复原明代校服。5月16日，《藏海传》预告片里，肖战一身深蓝长衫亮相，弹幕瞬间被求同款刷屏。这件让网友直呼教科书级还原的蓝衫，背后藏着明代学霸的穿搭密码。剧组翻阅87部典籍，比对213幅古画，砸3000万复原的造型，直接把历史书穿在了演员身上。肖战饰演的藏海刚出场时，穿的是洗到发白的玉色蓝衫，领口袖口没出毛边，腰间一条黑色束带把布料勒出褶皱。这身寒门限定皮肤可不是剧组随便设计的。明代洪武24年明文规定，读书人必须穿玉色或深蓝蓝衫，衣领、袖口、下摆必须用黑色镶边，腰间配黑绦带，连如今垂带的长度都有严格尺寸。剧组服装师透露，光是染出符合历史的玉色，就试了19种植物染料。真正的明代玉色介于米白和浅灰之间，既不能太白像校服，也不能太黄像僧袍。而后期晋升首辅后那身黑金官服，袖口露出的0.5厘米白貂毛，参照的是北京故宫藏的徐显清幻迹图，连貂毛的疏密程度都复刻了文物。当肖战穿着蓝衫策马狂奔时，眼尖的考据党发现100两侧居然开了叉，这个细节暴露了剧组埋的时间胶囊。宋代蓝衫是一体式的，像连衣裙一样不开叉，而明代改良后加了外摆开叉，方便文人骑马游学。更绝的是那道膝盖处的横栏，藏海传美术组从江西明墓出土的蓝衫文物上提取纹样，发现明代工匠会用双股棉线加固横栏接缝，防止学子跪拜孔子时撑破衣裳。这种防跪破设计在剧中藏海面圣的镜头里清晰可见，弹幕当场炸出满屏跪求淘宝同款。最初那件打着补丁的青衫，实际藏着惊天隐喻。明代三才图会记载，生源蓝衫严禁使用刺绣，但允许在破损处缝补。剧组特意在肖战右肩补丁下藏了半片云纹，这是首辅官服上的图案，暗示角色终将冲破寒门桎梏。当藏海在暴雨中撕破蓝衫，露出内衬的麻布中衣时，弹幕集体破防。这个被称为战损美学天花板的镜头，其实暗合明代去奢从简的服饰改革。历史上朱元璋曾下令庶民衣料不得过3梭，而剧中蓝缕衣衫用的正是明代限定的3梭粗布。每平方厘米经纬线数量与南昌明宁王墓出土的布料完全一致。藏海传掀起的考据热，让网友翻出2003年少年包青天里的假学霸穿搭，那些白衣飘飘的宋代书生造型，实际犯了3个致命错误：不该用纯白，宋代规定庶民禁用白色；不该配宽腰带，明代才出现束腰绦带；更不该戴东坡金配蓝衫，宋代正式场合必须戴冠。相比之下，藏海传连群演的书童都有讲究，他们穿的褐布短打，领口特意做成像幼交叠，这个右衽细节直接打脸某大制作古装剧。历史上只有死者寿衣才用左衽，活人穿左衽等于诅咒自己早死。当镜头扫过国子监学堂，墙上挂着的可不是随便写的书法，那是从明代科举录里扒出来的正统八股文范文。学生们手持的4书章句集注，内页用明代特有的蝴蝶装订法，每页中缝还印着天启3年刊的版本信息。肖战手里的竹骨纸扇道具组根据天工开物记载，用江西铅山的莲石纸手工制作，扇骨间距精确到2.3毫米。因为明代学者实测这个宽度最利通风，粉丝调侃这剧组的考据狂魔程度，建议直接保送考古专业。双引号